嘿，大家好，今天我們來聊點有趣的。歷史上的同一天，1月31號，居然發生了好幾件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但你仔細看，他們之間還真的有點奇妙的關聯哦。準備好了嗎？我們馬上來看看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好，在開始之前，先來問大家一個問題哦。你覺得人類有史以來最慘、最倒霉的外送員會是誰？答案就是噔噔，這隻黑猩猩，它的名字叫漢姆。沒錯，就是它。好，所以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來，時間回到1961年的1月31號，那天呢，美國太空總署 NASA 就把漢姆給送上了大太空。對，你真的沒聽錯，在任何太空人登月之前，人類是先把一隻猩猩給射出大氣層。你想想看哦，如果我們站在漢姆的視角，這哪是什麼偉大的科學任務啊？這根本就是一趟，史上最累的外送經驗嘛。你想想，不但沒給加班費，那個 GPS 導航還亂飄，直接飄到外太空去了。他大概真的是史上唯一一位出差出到大氣層外面的打工仔了。所以啦，問題來了，冒着生命危險完成了這麼一趟驚天動地的旅程，那漢姆到底得到什麼好康的獎勵呢？這就要聊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了，叫做獎勵通膨，還有那種你知道的鄰居之間的攀比心態。你看哦，漢姆在太空艙裡天旋地轉，經歷了超高的居力，早餐差點都吐出來了，好不容易九死一生平安回到地球，結果人類給他的獎勵是什麼？你猜猜，是一顆蘋果。沒錯，就只是一顆蘋果，只能說為科學獻身的代價，有時候真的是樸實到讓人想哭啊！這個對比就真的太強烈了。你看看現在小朋友考個100分，回家可能就跟爸媽吵着要最新的 iPhone。所以啦，重點來了，下次你在嫌學校營養午餐的蘋果不好吃的時候，麻煩請你懷着一顆感恩的心好嗎？因為那可是太空英雄等級的獎勵呀！而且啊，不止這樣哦，就在漢姆上太空的前3年，也就是1958年的同一天，美國發射了他們第一顆人造衛星探險者1號。這說穿了，就是冷戰時期那種輸人不輸陣的心態啦。你看，蘇人先射了一顆衛星上去，美國就覺得，不行，面子掛不住，我們要趕快射一顆。這不就跟現在我們在學校比誰的球鞋比較帥，誰的 IG 粉絲比較多，根本是同一個道理嘛。好，太空猩猩的故事先講到這裡，我們換個頻道來看看另外一位同樣在1月31號誕生的超級巨星，他給我們的啟發，那可就完全不一樣了。沒錯，這是我們的賈斯汀·提姆布萊克。大家來看一下他早期還在男團超級男孩時期的照片，這個髮型，你看看是不是很像一碗剛泡好的金黃色泡麵？真的是經典中的經典啊。所以說，這就給了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示：成功的逆襲是絕對有可能的。賈斯汀的故事就在告訴我們，就算你今天照鏡子覺得自己的髮型糟透了，真的千萬不要放棄希望。來，我們再看看現在的他，哇，完全不一樣了，對吧？從當年的泡麵頭到現在的時尚 icon， 這就證明了一件事：只要你有才華，然後更重要的是找到一個好的髮型師，大家真的會忘記你那些不堪回首的黑歷史的。好了，我們來講今天最後一個故事。時間跳到1990年的1月31號，在莫斯科發生了一件大事。什麼事呢？就是全蘇聯第一家麥當勞開幕了。你知道開幕那天有多誇張嗎？超過3萬人，3萬多人在冷颼颼的莫斯科街頭排了好幾個小時的隊，就只為了吃一口大麥克。對他們來說，那真的不只是一個漢堡，那是一種第一次嘗到資本主義的味道的感覺。不過講到排隊，這就不能不提我們台灣人了。我們可是專業的。如果當年去莫斯科排隊的是我們台灣人，那個場面絕對不一樣。基本款的帶小板凳滑手機就算了，搞不好排到一半就有人開始揪團購，隊伍旁邊可能還會出現賣香腸賣飲料的，直接把排隊現場變成一場熱鬧的園遊會。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軟實力啦，一種可以把無聊的等待瞬間變成熱鬧的社交活動的超能力。我跟你說，如果世界各國的領袖們都能拿出台灣人排隊買珍奶的那種耐心跟秩序這個世界可能早就和平了啦。好，講了半天，太空猩猩、泡麵頭還有大麥克漢堡，這3件完全不相干的事，到底有什麼關聯呢？來，我們就來看看這背後到底藏着什麼樣的啟示。你看，在1月31號這一天，我們看到了黑猩猩漢姆，他不是自願的，他是被迫展開一場連自己都不知道終點在哪的冒險。我們也看到了當年的蘇聯人民在長長的隊伍裡等待一個改變的機會。還有，我們看到了年輕的賈斯汀頂着一頭泡麵，等待一個蛻變的時刻。所以，這一切的共通點是什麼？其實最關鍵的就是平安歸來這件事。不管你是迫被去冒險，還是你選擇耐心等待，只要能好好的、安然的度過這一切，那就算最後你得到的獎勵真的就只是一顆蘋果，這整趟旅程就已經很值得了。那麼最後也想留一個問題給大家想一想：你現在正在追尋的那個夢想，對你來說，它又值得幾顆蘋果呢？